葡萄牙对克羅地亞 ，C 羅對莫德里奇。在下半場的時候，老 K 突然意識到，這是兩位老將可能最後的演出。我突然想到，今天這期視頻的標題就應該是最後的演出，只是不知道是 C 羅還是莫德里奇。這就是足球，這就是世界杯的淘汰賽。你必須踩着過去的戰友，如今賽場上的敵人的屍體，才能趟過這一關。他們曾經一起在皇馬並肩了6個賽季，一起拿到了4座歐冠，並且最後一次是歐冠3連冠，也是改制後唯一一次3連冠。但今天各为其主。下半場有一次莫德里奇在中路的侧影，那球傳到右邊的一瞬間，老 K 就跳了起來。哇，完了！果然右路的克羅地亞球員拿到球後迅速傳中，制造了巨大的威脅和射門，差點就是一個進球。今天無疑克羅地亞要比葡萄牙打得好得多得多得多，尤其是下半場62分鐘仍然0-1落後的葡萄牙，主教練馬丁內斯孤注一擲，一下子換了4個人，維迪尼亞沒有了，內托沒有了，逼費沒有了，坎塞洛沒有了。可有時候故事就是這麼懸，短短2分鐘後，在一次角球，葡萄牙的中後衛爆炸頭雷納托維加在被克羅地亞的球員抱住後，他立刻張大了嘴，对，他張大了嘴，雪白的上下2排牙齒，他張大了嘴，大叫了出來。在不斷的點球確認的回放當中，老 K 跟家人們一直看着他那可愛的大嘴。這是本屆奧斯卡不，本屆世界杯最精彩的表演瞬間。有時候足球就是那麼奇妙。雷納托維加，這個來自比利亞雷亞爾名不見經傳的爆炸頭，他用自己的嘴巴為葡萄牙隊贏得了一個珍貴的點球。當時那個情況，葡萄牙2名球員站在點球點前，可 C 羅從他們的後面慢慢的走上去，老 K 一直在叫閃開閃開，給大哥讓路。是的，沒有意外，2名隊友恭恭敬敬將球呈現給 C 羅的面前。這時候老 K 的兒子早就被莫德里奇和克羅地亞的表現折服了，他60多分鐘一直在給克羅地亞加油。他說這個球罰不進，可我提醒他這是常規時間的點球，根據老 K 足球哲學，隊長和巨星是可以罰這個球的。而電視畫面立刻顯示 C 羅幾乎所有的點球都是罰左下角，那是老 K 最喜歡的左下角，但同時也肯定是對方的門將利瓦科維奇知道的那個左下角。於是我立刻教兒子，這種時候你就打中間，就打中間。是的， C 羅他聽到了，老 K 在多倫多，他也在多倫多。我的声音劃破了長空，直達 BMO 體育場。誰說 C 羅不懂中文？他發向了中間，1-1，整個比賽的轉折點。但是克羅地亞這一場真的要比葡萄牙踢得好得多得多得多。在失去了維迪尼亞和逼費之後，整個葡萄牙的中場瞬間失控，然後一波又一波克羅地亞的攻勢，一波又一波克羅地亞的射門。81分鐘，葡萄牙的替補席貢薩羅拉莫斯站了起來，可到底換誰呢？老 K 提前劇透給家人們，如果是我，肯定換 C 羅。果然，同在多倫多，老 K 的聲線又一次劃破了長空。葡萄牙的主教練羅伯特·馬丁內斯，他也聽懂了中文。是的，在這種時刻極為被動的情況下，比分1-1，隨時可能被對方絕殺的情況下，你必須換下那個跑不動的隊長 C 羅。於是時間繼續1分1秒的過去，我們看到左路 AC 米蘭的摸魚王萊奧，每次球傳給他，他又回傳；每次球傳給他，他又回傳。老 K 一直在屏幕面前罵：“你突呀！你身體那麼好，你爆發力那麼好，你突呀！你突2次給我看看。”哎，咱們萊奧這個心理素質，任爾東西南北風，我就是不突。球給我，我回傳；球給我，我再回傳。但也就在補時第94分鐘，萊奧的神經不知道哪一根搭錯了，他竟然沒有回傳，選擇了直接傳中。是的，整場比賽我的家人們都被老 K 給念死了。這葡萄牙不會踢球呀，空有控球權，他不傳中啊。而克羅地亞太會踢球了，所有的球都打到邊路，直接傳中。但誰也沒有想到，就是萊奧94分鐘這一筆傳中。就是92分鐘，格瓦迪奧爾剛剛換上來，他竟然在夾擊下對葡萄牙的貢薩羅拉莫斯不聞不問。是的，不聞不問，甚至用肌肉去碰撞一下，他都覺得太牽強。奇蹟發生了，在2個高大的中後衛中間，只有1.85米的貢薩羅拉莫斯，他竟然頂向了死角，2-1。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朋友們，比賽實在太精彩，所以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感謝您的訂閱。世界杯真的是男人的節日，讓我們繼續。從94分鐘比賽一直踢到了105分鐘。克羅地亞左路最會踢球的邊路球員老將佩里西奇再次傳中，球非常詭異的撞來撞去，剛才還是罪人的格瓦迪奧爾，他出現在中鋒的位置，將球打了進去，2-2嗎？支持克羅地亞的老 K 的兒子早就已經瘋狂的在客廳裡面舞蹈。
可是冷靜的老 K 細細的品味，這球可能越位了。是的，無數次的回放我們都看不清楚中間的克羅地亞馬塔諾維奇到底頭有沒有蹭到皮球。但本屆世界杯的每一個足球裡面都有芯片，芯片顯示他確實觸球了。這一個絕平球確實是越位。決定性的證據就來自於這每秒可以500次的速度採集球的移動軌跡、速度旋轉和方向變化，並且它還能實時的傳輸到 VAR 系統。這一場比賽的情緒起伏太大了。不管你平時看不看球，不管你平時討不討厭家人看球，只要你看了這場球，它就是足球，就是世界杯最好的廣告。我滿以為莫德里奇會哭，因為這是老將最後的一次演出，可是他沒有。37歲的佩里西奇他也沒有哭。這些年幼的時候在戰火中長大的孩子，他們見過了太多的屍體和殘肢，他們的神經和心早就被鍛造的鐵板一塊。可是32歲的科瓦切奇，他哭得像個淚人。今天的比賽他太猛了，前幾場小組賽所有人都在質疑他，而且在曼城，科瓦切奇的合同也只剩最後1年，他今年夏天必須要決定要不要離開。科瓦切奇他今天燃盡了一切，他像戰神一樣的持球推進，還有3腳威脅的射門。心碎，看見他哭，老 K 的心也碎了。他在皇馬的時候和 C 羅、馬塞洛、克罗斯，當然還有莫德里奇的關係就非常好，而隊友莫德里奇正是他兒時的偶像，在皇馬的時候親如兄弟。莫德里奇還是科瓦切奇兒子的教父，所以這樣的足球，這樣的老将，怎能不為之動容？4年後我們還能看見你嗎？我不知道。而今天的莫德里奇40歲最後的一場演出，8年前他32歲，我們以為莫德里奇是最後一次踢世界杯。4年前他36歲，我們也以為那是他最後一次的世界杯。我們總是擔心莫德里奇什麼時候會從國家隊退役，但他卻一直堅守，一直堅守，包括在今天的比賽。在前場的逼搶，作為一個中場球員，他經常衝在最前面。莫德里奇的世界杯每一次都是昂首離開的，他真的給克羅地亞隊留下了許多永不會磨滅的精神。而上2屆都是因為實力的差距過大，最後直接輸給了當時的冠軍。可這次不是，現實的世界有時候就是這樣的不公。就像老 K 兒子的角度看來，今天裁判的每一次判罰都有利於葡萄牙，都對克羅地亞不利。似乎國際足聯乃至整個多倫多、整個加拿大、整個全世界都渴望 C 羅的葡萄牙能夠晉級。但就是在這個時候的莫德里奇，他一如既往地給我們展示了他的才華、勇氣、謙遜，還有最重要時刻的堅韌。謝謝你，莫德里奇，出現在每一個人過去10幾年的青春裡。謝謝你，莫德里奇，你的最後一舞仍然是作為金球先生的中場球員最高質量的演出。謝謝你，莫德里奇，今天葡萄牙一堆中場加在一起都抵不上你的一半。謝謝你，莫德里奇，在場上整整奔跑了118分鐘。春風若有蓮花意，可否許我再少年？莫德里奇，你從熱刺的時候，老 K 就非常的喜歡你，因為我們同樣都是踢中場6號位或者8號位，因為我們同樣都是身材瘦小，而且也沒有頂級的天賦。我們是一場球一場球看着你用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踢成了傳奇。你的成功過去無時無刻都激勵着我，今天他又無時無刻激勵着我的兒子。謝謝你，莫德里奇，謝謝你鼓勵着我們一直向上向善。我想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人都喜歡莫德里奇的原因。而另外一位老将已經37歲的佩里西奇，2017年穆里尼奧在曼聯發了瘋一樣的想要你，可是三德子竟然以商業價值不足拒絕滿足國際米蘭的轉會費。那時候你只有28歲。第2年的2018年夏天，穆里尼奧再次將佩里西奇作為头号引援目標，可是曼联管理层依舊壓縮預算，最終這筆交易依舊黄掉。直到後來穆里尼奧執教熱刺的時候，才終於免簽拿下了佩里西奇，兜兜轉轉總算圓了夢。所以關注你那麼多年，我知道你是最懂球、最會踢球的。今天在場上永遠拿球傳中，制造了無數的威脅。你是活生生的給老 K 打廣告，證明老 K 足球哲學在世界杯淘汰賽就應該不斷傳中。謝謝你，佩里西奇，你是最出名的大賽硬腳蟹，老將出馬一個頂倆，佩劍依舊鋒利。今天用進球告別了最後一次的世界杯舞台，4場比賽場場打滿，最後一個助攻一個進球，永遠的傳奇佩劍最後一舞畫上了完美的句號。所以莫德里奇、佩德里奇加起來真的是我們的青春啊！他們不管岁月如何荏苒，永遠都是這個水平，一點退步都沒有，一點進步也沒有。克羅地亞最鋒利的刀，最敢打最敢拼的男人，所以克羅地亞隊真的牛逼，是真正的雖敗猶榮。
今天的比賽有時候真感覺手心手背都是肉。這樣的劇情，領先絕殺反絕平，然後越位頭球後蹭絕平進球又被吹掉，劇情實在過於的跌宕起伏。而最終的榮耀只屬於 AC 米蘭。前 AC 米蘭隊史的標王萊奧傳中助攻了新的標王拉莫斯。拉莫斯每次在大巴黎首發踢的就有點像巴塞羅那的費蘭托雷斯，總是一坨一坨的，但每次替補上場可真就是個概念神。首發的時候你可以說他倆廢，但替補登場的這倆就是這麼神奇。最後，今天也是若塔離世的1周年。當看到隊長 C 羅最後穿上若塔的球衣，我們才都釋然了，原來一切的一切都是天堂的那個他在主導着所有的天平。可接下來下一場，葡萄牙將面對他們最恐怖的鄰居西班牙，也就是老 K 說的那一代宗師傳控之王。最後的結果和劇情會怎樣，誰也不知道。但最終我們都會記得今天的這場比賽，許多年後我們都會記得。至此，本屆世界杯淘汰賽已經出現了4次補時絕殺，已經是歷屆世界杯的總和。而今天補了18分51秒的這場比賽，大幅的刷新了過去世界杯的記錄。此前的記錄是22年世界杯英格蘭對伊朗小組賽的上半場，當時由於伊朗隊門將貝蘭萬德受傷，經過了長時間的處理，所以補時了14分03秒。而替補登場的貢薩羅拉莫斯轉會費7400萬歐元，但現在想來 AC 米蘭得虧提前買了，要不然大巴黎肯定漲價。93分09秒，貢薩羅拉莫斯打入了葡萄牙隊史上世界杯最晚的制胜球，而且這是一條新的錦鯉。貢薩羅拉莫斯在葡萄牙國家隊進球的8場比賽目前保持全勝，並且他在世界杯的4個進球都是在淘汰賽，是只打高端局呀。這樣的情況在世界杯歷史上過去只出現過2次，一位是德國名宿布萊默在世界杯攻入的4球也都在淘汰賽，還有就是齊達內在世界杯的5個進球同樣也都來自淘汰賽。而且冷知識，今天是葡萄牙時隔60年再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賽落後的情況下逆轉取勝，上一次都要追溯到1966年，當時對陣朝鮮的1/4決賽，最後打了個5-3。這得多虧是貢薩羅拉莫斯呀，他在世界杯出場一共就只有187分鐘，卻已經有4個進球1個助攻，每每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已經成為了葡萄牙真正的蓋世英雄，超級替補。看他在場上基本是摸不到球，但只要他摸一下馬上就進球。而 C 羅以41歲147天成為了世界杯淘汰歷史最年長的全場最佳球員，超越了上届世界杯36歲的吉魯和35岁的梅西。賽後葡萄牙全體人員和若塔的21號球衣合照，身上穿着若塔的21號，41岁的 C 羅夺冠的夢想仍然在延續。他賽後眼含熱淚，帶領着葡萄牙全隊繞場向球迷們致意。不過在最關鍵的階段 C 羅被換下的時候，臉色非常難看，倒不能說是不滿，但肯定有些不甘。不過他仍然控制了情緒，和主教練馬丁內斯是握了手。坐回替補席後，馬丁內斯還想上前說幾句話安撫一下他，可一向充滿了極致求生欲的 C 羅在這種時刻因為無法上場繼續幫助球隊，顯得難以掩飾自己的沮喪。同樣的情況，我想旁邊的 B 費也是的。那麼今天他的老隊友、老对手莫德里奇为克罗地亞在大賽一共出場了39次。要知道，在非门将的位置的歐洲球員，只有 C 羅的國家隊大賽出場次數高於莫德里奇，達到了56場。兩位金球先生用老 K 兒子的話，加起來都快100歲了，共計一共有6座金球獎，11次歐冠冠軍。在最後的一屆世界杯，偏偏碰到了最不想碰到的对手，但這就是足球。以往那些朝夕相處的日子，今天化作一個大大的擁抱，盡在不言中。青絲白髮一瞬間，年華老去向誰言？這就是世界杯，這就是我們每個人都不能錯過的世界杯。OK， 今天另外一場，西班牙3-0脆勝奧地利，並非奧地利的實力不濟，而且像老 K 的賽前預測說的，西班牙隊確實一代宗師，他們踢球完全就是太極的原理，陰陽相生，每一個動作裡都包含着陰陽的轉換，每一個傳球做動作之前都是假動作，出腳之前是蓄勢，這是陰，發力的瞬間轉為陽，動作走到極點又立刻反向轉換，就這樣循環的往復，生生不息。所以看西班牙隊踢球，確實是在悟道、悟哲學，一動一靜都在複刻着整個天地陰陽運轉的現象和規律，既不偏執於剛，也不流於軟弱，始終保持平衡和調和。所以就總能後發先至，借力打力，不主動搶先出手，而是講究以靜制動，
然後又動靜合一，內外合一。西班牙的足球一旦展開來，那就連綿無間，一招剛剛打完，不停頓不換氣，馬上又可以銜接下一招。所以這就是老 K 所謂的一代宗師。接下來西班牙要先过葡萄牙這一關，而最後能不能攔住天賦異稟的法國隊，結果未可知。但這一場球看來，特別是對面奧地利的主教練朗尼克，他的準備不可謂不充分，擺出來的戰術也確實非常高級。比賽的前10分鐘，奧地利甚至打出非常有威脅的進攻，但是想高位逼搶西班牙那是不可能的，3傳2倒就能夠輕鬆破局。下半場的奧地利已經徹底拿不到球，也沒有一腳射正。不過誰也沒想到，在下半場第78分鐘，奧地利迎來了高光時刻，連續的3腳撞牆短傳的配合，差點制造出最佳的破門機會，也是唯一一個最好的機會。而西班牙隊年僅19歲，身高只有1.84米的中後衛庫巴西，已經在不經意的角落連着4場比賽踢出了世界級的表現。他打滿了每1分鐘372次傳球，成功了361次，一共只傳丟了11次。17歲的庫巴西就已經是西甲冠軍巴塞羅那的主力中後衛，這都踢了2年多，都老將了，大家卻忘了他還只有19歲。另外，庫巴西的女朋友加維的姐姐、庫巴西的妹妹還有加維的女朋友，他們都在美國。下賽季的巴塞羅那，庫巴西加上范德芬，夢幻的組合呀！庫巴西有出色的閱讀比賽的能力和精準傳球，范德芬有驚人的速度，還有身體對抗以及位置的多樣性，既能打中後衛，也能客串左後衛。2個人特點相輔相成，一個19歲，一個25歲，會不會組成未來5年歐洲最夢幻的後防線呢？另外，西班牙的比賽看點永遠是費蘭托雷斯，你只能說他的位置感很好，每一次都能跑到那個點。而另一方面，他的射門、腳法和終結能力，你只能佩服巴薩主教練弗里克，能讓拉什福德和費蘭托雷斯打出本賽季這種數據，那真是不容易。只能說可惜了，在他的面前，球門還是顯得窄了。費蘭托雷斯現在越踢越廢，心態感覺都已經炸了。如此穩定的發揮，長得又帥，可惜就是踢球不行。所以今天主教練很聰明，2-0之後再換他上來試試運氣，萬一開了光，以後逆風局用得上他。這攢了這麼久的人品，說不定啥時候能給你來個世界波呢。過去的費蘭托雷斯先是在曼城當替補，在巴塞羅那也當替補，但那個時候每次他穿上西班牙國家隊的球衣，就像變了一個人。沒想到本屆世界杯他的國家队表現全面向俱樂部的表現看齊。老 K 知道評論區總有人不滿，覺得老 K 你有巴塞羅那的管理層懂球。咱們先不聊戈登啊，就費蘭托雷斯在巴塞羅那的續約已經敲定了，這你敢信？做了節目1年半，我已經說了1年半，趁着他年輕趕緊脫手。可24歲的費蘭托雷斯在巴塞羅那已經混到了26歲，再混1年，巴塞羅那就徹底不容易賣出去了。那麼今天的西班牙隊終於取得了他們在世界杯奪冠後的淘汰賽首場勝利。反觀歐洲另外2大豪強意大利和德國呢，奪冠後在淘汰賽的勝利還一次都沒有過呢。接下來伊比利亞半島德比，西班牙對葡萄牙，只要有佩德里和亞馬爾，西班牙球迷你還擔心什麼呢？今天賽後亞馬爾接受採訪，他說，我只要看到我弟弟開心，只要看到媽媽能過上她夢寐以求的生活，能看到朋友們一切都順利，我心中就無限感慨。說到底，這就是我最大的期盼。拋開足球和所有的其他東西，一個孩子心裡最宏大的夢想也不過如此。對我而言，其他一切都不那麼重要。弟弟就像我的兒子一樣，我打心眼裡疼愛他。所以這才是大將風度。亞馬爾踢球為啥一點都不緊張？因為他心裡面只有自己的弟弟，壓根就沒有什麼壓力。那麼亞馬爾今天超越了同年齡的姆巴佩，成為在國家隊大賽收穫10場勝利的時候最年輕的歐洲球員。此前姆巴佩的記錄是23歲355天，而亞馬爾今天的記錄是18歲354天，整整將這個記錄年輕了5歲。亞馬爾只踢了30分鐘，對面防守他的萊莫就只剩下叉着腰喘出氣了。這是什麼樣的壓制力？雖然今天沒有進球沒有助攻，但亞馬爾無疑是西班牙隊場上最有威脅的那個。全場射門6次，射正4次，嘗試過人8次，成功過人5次，均為全場最高。還有可愛的掃把頭庫庫雷利亞，這拉瑪西亞青訓出身的回到國家隊就跟回自己母校一樣。庫庫雷利亞這個狀態配上穆里尼奧下個賽季邊後衛的自由度，全歐洲碰上皇馬都得瑟瑟發抖。還有佩德里依然是大師，依然是穿着燕尾服在踢球。唯一的問題就是在國家隊球權偏少，比之俱樂部少了一些橫向的調度和擺脫。因為他身邊有個無比穩健的金球獎先生羅德里，羅德里那個穩在6號位，西班牙永遠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羅德里、佩德里再加上奧爾莫，這樣的中場組合還是太權威了。所以奧爾莫老 K 在節目裡已經吹了多次了，終於拿出來亮眼的表現，在場上那游刃有餘、從從容容，就像荷蘭隊的博格坎普。說白了，就跟2年前的歐洲杯一樣，西班牙要想進攻，要想進球，奧爾莫的作用甚至比亞馬爾還要重要。最近他在進攻端越來越有靈性，越来越充分地展示着自己的創造力，關鍵時候的逼搶攔截也非常積極。唯一弱點體能稍差，踢到60幾分鐘動作就有些變形。另外今天进了1個球的波羅，說起來熱刺的球员真的不錯呀，何至於成績如此？波羅能將略伦特摁在板凳上，西班牙這次真的有夺冠的希望。最後老 K 在節目裡吹了多次的中锋奧亞薩瓦爾，不用說什麼了吧，不僅是进了2個球，而且在這一支西班牙隊，什麼叫突施冷箭？什麼叫西班牙队最被低估的球員？奧亞薩瓦爾到底有多好？你就看看費蘭托雷斯就全明白了。於是乎，今天西班牙将奧地利的总統都踢得服了氣。總統說，我的小伙子們已經竭盡全力，而西班牙的實力確實是過於強大。這一屆西班牙隊，他們還只差40分鐘就能打破瑞士保持的世界杯連續不丟球記錄。比肩意大利、瑞士和西班牙都有過連續5場世界杯不丢球，在場次上已經平了這個記錄。但一切都像對面的主教練朗尼克說的，如果問我今天的西班牙誰是全場最佳，那只能是羅德里。是的，懂不懂球全看自己的球队踢的时候腰硬不硬。球迷們都知道亞马爾，專家們卻只看羅德里。還有今天中锋奧亞薩瓦爾的13個進球，追平了比利亞保持的西班牙队史单赛季进球記錄。另外庫庫雷利亞单场2個助攻，也是西班牙队史在淘汰赛的第1人。就像評論員亨利今天說的，庫庫雷利亞是一個總能夠跳出條條框框來思考的球員。他今天那記貼地傳球，精準找到奧亞薩瓦爾的最佳位置。我認為皇馬很清楚他們得到了什麼。好的，西班牙隊各項賽事已經連續34場保持不敗，繼續延續着自己的歷史最佳紀錄。而他們今天壓的奧地利全場沒有一腳射正，這也是從2014年決賽以來世界杯的淘汰賽首次有一方只有0射正。隨之而來的就是門將烏賴西蒙，在世界杯已經有519分鐘不失球，創造了歷史的新的紀錄，3軍用命贏下比賽。下一場淘汰賽，西班牙和葡萄牙又將擦出怎樣的火花呢？讓我們拭目以待。感謝您的點讚，感謝您的熱推分享和評論。喜歡的話，歡迎您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